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陆抗。话说现在的远征五将地位可真低啊，不仅看不到宣传，就连游戏里的开头画面都没了，搞得我都没发现昨天陆抗就已经上线了，结果攻略就迟到了。我们先来看陆抗的羁绊，只要上阵最少3名吴国武将就可以激活。羁绊会提升自身20%无视防御和无视防御抗性，并且还会根据上阵吴国武将的数量来提升全队攻击和最终增伤，每上阵一个吴国武将就提升3%。当 SP 陆逊在场时，前2回合中，若陆抗同时处于引火和震军，则会使 SP 陆逊受到的单次伤害不超过自身最大生命的10%。陆抗在战斗开始和每回合开始都会使自身进入引火状态1回合，同时也会给全队施加1层震军，吴国武将可额外获得1层。也就是说，引火和震军是每个回合开始都可以自动获得的。只要有陆抗在， SP 陆逊在前2回合开始都会获得羁绊提供的锁血能力。在前2回合内，若陆抗同时处于引火和震军状态，他自身受到的单次伤害也不会超过最大生命值10%，和 SP 陆逊一样，两人都可以在前2回合享受到锁血的好处。震军最高可以叠加2层，每层会提供10%格挡率和抗爆率。引火是只会附加在陆抗身上的状态，它会提升100%暴击率、50%吸血率，并且可以无视20%格挡率。获得引火时，陆抗会获得4次攻击强化效果，会使普攻升级为焰击，普攻会从单体攻击变成一列攻击，怒攻也会升级为的焰追击，附带避中效果。陆抗原来的怒攻效果会对敌方全体造成2次攻击，并且每次攻击都会有30%和50%概率会对敌方施加1层灼心。升级为地焰追击后，攻击会变成3次，第3次攻击有70%概率会施加1层灼心，并且还多了一个50%概率附加1层治疗效果，降低50%的效果，持续1回合。灼心最高可以叠加5层，每层会降低目标10%攻击、防御和最终暴击率，回合结束会减少1层。若是在 PVE 则最高只能叠加2层。看到这里就会发现，虽然陆抗是个攻击型武将，但他身上的辅助功能还是占大多数的。陆抗1回合就能叠加好几层灼心，但灼心每回合只会减少1层，所以对面基本上会长期处于被灼心减少攻击、防御和最终暴击率的状态。5层就是50%，这个数值并不低，攻击被降低了，也就意味着灼烧伤害也会被降低。陆抗的引火还有2个附加效果，处于引火状态的陆抗，若命中了处于灼烧的目标，则会使本次攻击对护盾消耗率提升10%。若命中了有护盾的目标，则有50%概率施加1层红莲业火，这好像是陆抗唯一一个有攻击性的灼烧。当陆抗释放完4次强化攻击后，也就是普攻或怒攻4次后，就会退出引火状态。期间自身和 SP 陆逊的锁血和引火的所有效果都会失效，失去引火的陆抗也会失去输出能力，就相等于是熄火了。需要等待新的回合开始后才会重新进入引火状态。5星被动，敌方全体每被施加6个灼烧状态，陆抗就会对敌方血量最低的一列释放1次不消耗强化攻击次数的焰击。由于焰击只是比普通的普攻多了20%倍率，所以输出能力还是很有限的，需要后续的加强。当吴国武将释放怒攻或龙魂技时，陆抗也会额外释放1次怒攻，每回合最多触发4次。有了这个被动，陆抗的4次强化攻击很快就会打完了。SP 孙策和 SP 陆逊都是龙魂技多动症的武将，应该不到半回合陆抗就会失去引火状态了，所以陆抗的收割能力至少也要第2回合才可能发挥出来。处于震军状态下的陆抗，每回合首次造成伤害都可以为目标附加1层灼心。
所以基本上，陆抗是必定可以每回合都让对面叠满灼心层数的。异火被动，当陆抗在引火状态下，对敌方血量最低的单位造成伤害时，会临时获得 30% 最终伤害提升。若敌方全体持有灼心层数大于等于24层，也就是在敌方全体都健在的情况下，只要每人身上有4层灼心就可以触发。陆抗释放的焰追击时，也会对敌方血量最低单位追加一次不消耗强化次数的焰技。异火主要是提升了一点陆抗的收割能力。3火被动，敌方全体每被施加1层灼心，就会使己方增减伤提升 2%， 最多可提升至 50%， 并且陆抗自身每释放一次普攻或怒攻，对应的攻击倍率都会提升 4%， 最多可提升 20%。3火被动主要是提升了全队的增减伤，和小幅度提升了陆抗普攻和怒攻的倍率。从3火被动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被动对于整队增减伤提升的幅度，是比对陆抗个人增伤的提升还要大的。5火被动会使引火额外获得2次强化攻击，也就是一共6次强化攻击后，才会退出引火状态。这个额外给的2次非常重要，因为它能大幅度延长陆抗退出引火的时间。如果只有4次强化攻击，很快就会被吴国武将释放怒攻或龙魂技后的追击给消耗完了。5火被动还会使陆抗每次释放普攻或非追击的焰击后，再额外追击一次不消耗强化次数的焰击。陆抗的输出能力基本上都要5火才是完全体。并且5火被动还会使吴国武将和攻击型武将获得 10% 伤害结果增加的，受到伤害结果减少，再次提升了全队的增减伤。实际上，5火被动对于全队增减伤提升的幅度，还是大于对陆抗个人输出的提升的。所以陆抗其实还是辅助能力大于他的输出能力的。最后来对陆抗做个总结，陆抗可以说是近几个远征武将里最有用的一个了，比什么关索、鲍三娘的要好太多了，至少他在老区还是有上场机会的。陆抗只能在灼烧队中使用，基本上他是可以被当做命魂武将的下位替代品来使用的。火烧队现在有3个命魂武将的位置，命魂小乔因为出得早，相信大家都已经5红了，但出的比较晚的命魂黄月英和命魂孙权就不一定所有人都有5红的了。再加上过几天就要出的命魂周瑜会替换掉其中一个命魂的位置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拉满5红的。所以陆抗就是专门用来当这些命魂武将的下位替代的。假设你有能力拉满命魂孙权和命魂黄月英，那就不需要陆抗来加入火烧队。但假设你无法将其中一个拉满，就可以先用陆抗来代替，所以陆抗就是平民火烧队的一员。想玩火烧又没有能力拉满这么多命魂武将的，就建议拉满陆抗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